그래서 그때 어디론가 이렇게 이동을 하는데 우리가 너무 통증이 심하니까 이렇게 신음을 하니까 이 대검으로 막 그 천석을 막 쑤셔 댔거든요. 이렇게. 我爸爸被杀，那是一时之痛，但是我妈妈她是一生之痛。我后悔一句话，他从我这儿离开的时候，曾经问我说：“妈妈，你说会开枪吗？”我说：“不会开枪。”我说：“四人帮的时候都没有开枪，现在怎么可能开枪呢？”20世纪的东亚地区先后发生了政府暴力镇压民众政治改革、和平请愿的事件。此后，韩国、台湾浴血重生，实现民主化转型，而中国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1979年年底，实行独裁统治长达16年的韩国总统朴正熙被暗杀，陆军少将全斗焕夺取政权，工人学生纷纷走上街头，要求重建民主制度。离首尔200多公里的光州虽然一直被忽视，但当时民众的抗争规模宏大。1980年5月18日，全斗焕派兵到光州镇压，当时军方的行动代号是“华丽的假期”。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当时的学运基地全南大学和朝鲜大学。林信旭当年就是和武装部队对峙的大学生之一。 하나 기여했다는 것에 대해서 뿌듯함감을 느끼고 그래서 아까 이 선생님도 언론이었지만은 저도 이렇게 방송을 많이 했습니다. 현재도 이렇게 그 논설실장으로서 이렇게 교수를 하면서 이렇게 계속 이렇게 칼럼도 계속 쓰고 있습니다. 그래서 현 정부랄지 아니면은 그 과거 정부랄지 잘못된 점에 대해서는 지적을 하고.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死里逃生的运气。1980年5月21日，戒严部队仍然未能控制局势，他们接到上级指令，决定开枪扫射平民，血洗光州。这段历史前年被拍成电影《逆权司机》，在全球引发热议。有中国网民直言，中国1989年发生的6·4事件正和韩国的光州事件类似，但这些评论很快被删得干干净净。 완전한 진상규명은 결코 진보와 보수의 문제가 아닙니다. 상식과 정의의 문제입니다. 우리 국민 모두가 함께 가꾸어야 할 민주주의의 가치를 보존하는 일입니다. 今天光州事件可以被搬上大荧幕，可以公开讨论，但当年韩国政府用尽一切手段封锁消息。当时30出头的罗庚泽是光州全南日报的摄影记者。 그래서 강주 시내 인쇄소들은 거의 문을 닫아버리고 그래서 강주 인근의 하순 인쇄소에서 하기로 했는데 거기 사장이 못 만들겠다. 그때 전두환이가 무서울 때거든요. 그래서 저희들은 우리는 보았다. 시민들이 개 끌려가들 죽은 것을 우리는 두 눈으로 보았다. 그러나 한 줄도 쓰지 못했다. 그래서 사표를 낸다고 집단 사표를 냈습니다. 不过罗庚泽并没有停止记录真相，他冒着生命危险隐蔽起来继续拍照。这些他用生命换回来的照片一直就藏在他家的天花板里，有些就交给了外国记者。直到1987年，有教会神父把这些照片集结成书，透过教会的网络，这些珍贵的照片得以重见天日，在韩国广为流传。1987年6月，上百万韩国民众在全国各地示威抗议，史称6月民主运动，终于迫使全斗焕交出政权，实现韩国第一次真正的总统和国会直选。卢泰愚成为韩国真正意义上首位民选的总统，他向光州事件受害者家属发公开信，首次承认光州事件是韩国民主化过程的一部分。社会开始打破禁忌，公开讨论，全斗焕被送上法庭，受害者家属得到赔偿，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平反。光州事件平反并没有让韩国陷入动乱，相反，韩国自此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政治生态走进良性循环，公民社会得以建立，民众能够命运自决，人人参政议政，社会经济局势更加稳定。对光州事件和228事件都有长期研究的台湾学者朱立熙认为，这是透过社会运动给政府压力，然后迫使政府不得不接受人民的民主化要求。
如今光州事件的遇难者长眠于光州郊区的国立518民主公墓，他们被视作为韩国政治民主化而牺牲的国家英雄。台湾也同样经历过不堪回首的白色恐怖。二战后，多数台湾人原本对新的国民政府满怀期望，但不久却发现政府官员贪污腐败、鱼肉乡民。再加上随国民政府迁台的外省人与被日本殖民近半世纪的台湾人在文化、语言与价值观上充满矛盾，省际冲突一触即发。1947年2月27日，台北茶几私烟造成民众死伤，引爆民怨。次日，群众抗议演变为大规模的反抗政府行动，本省人对外省人报复攻击，国民政府动用军队镇压，伤亡人数众说纷纭。根据行政院公布的228事件研究报告，总计死亡人数约18000人至28000人左右。228事件是罹难者的家属一辈子的伤痛。2岁多失去父亲的王克雄，小时候不懂事，只记得母亲带着他到处认尸。那我妈妈就背着我的弟弟，还有牵着我的手，常常都是走路走很远很远的路啊，去看尸体是不是我爸爸。228事件后，台湾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至少数万名民众在白色恐怖时期死亡、失踪、遭受监禁。戒严时期，政府推行国语，打压方言，形成本省与外省人的族群对立。228事件成为政治禁忌，受难家属遭受严密监控，社会大众对政治议题转为疏离与冷漠。不要跟人家讲说我爸爸是228受害，就担心受到歧视。那时候大家都非常人人自危，228你根本不敢讲说有这件事情。1980年代后期，台湾社会陆续出现多次民主化运动。1987年，郑南榕、李胜雄和陈永兴等人倡议，发起228和平日运动，要求查明真相，平反228。在海内外公民团体陆续支持下，成功迫使政府逐渐让步。7月15日，蒋经国在民意压力之下，宣布解除台湾长达38年戒严。解除戒严的前一年，民进党已经违法先成立了，但是蒋经国知道说，这个民进党的成立已经是挡不了了的趋势。蒋经国当时讲一句话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他默认了民进党的存在。第二年就宣布解除戒严。次年，台湾踏上民主化道路。1995年，时任总统李登辉公开向228事件受难者道歉，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承担政府所犯的过错，并道深挚的歉意。各地陆续为受难者建立纪念碑。后来2月28日被定为和平纪念日，政府对受难者家属赔偿、恢复名誉进行追思。台湾社会不会忘记228。而在中国，30年前的6·4事件至今仍是禁忌。6·4跟228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2个事件都是在和平的时候发生的，是军队杀老百姓，没有武装的老百姓，而且受害的大部分是青年人，都是因为要求民主，都是要求贪腐的问题要改变，结果反而是他们受害。结果这样子的杀害达到了独裁统治者的目的，接着就完全静下来，没有人敢谈民主。201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周围警车环伺，北京气氛肃杀，网络管控空前严厉。年轻一代或者根本不知道30年前这里曾发生过什么。6·4事件没有听说过。或者相信杀一小部分人是值得付出的最小代价。30年来，6·4受难者群体天安门母亲一直处于政府的全面监控之下，无法自由地祭奠他们的亲人。如今，他们大多已进入耄耋之年，55位难属已相继离世，而他们关于真相、赔偿和问责的基本诉求如石沉大海。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林，儿子王楠在1989年6月3日晚上骑自行车到天安门广场，6月4日凌晨被戒严部队开枪击中头部，去世时年仅19岁。火化证明的时候，他就把枪伤去掉了，光写了一个在外死亡，对吧？
这就说明当时肯定是有一种指示吧，不能够说打枪打死的，在外死亡是吧？这是枪伤在外死亡。从血腥镇压到频繁昭雪，韩国的光州事件用了7年时间，台湾的228事件用了40多年，6·4事件至今已经30年，平反还有希望吗？韩国跟台湾已经走过那一条路了啊，那中国面对这样子的趋势，没有理由要开民主的倒车哈。在一片死寂中，仍然有人记得他们以各种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哀悼和思念。在高压控制之下，人民的声音发不出来，但是我觉得不要低估了人民的力量。王范基，你在上面可以看到你儿子了吧？保佑我们大家身体健康，我们的抗争早日胜利。